结账怎么说来着 ？Check bill。你这个动作就行。啊？这是她的好闺蜜这人柴西做的旅行攻略，P 人的她要了一份作为参考，准备第一次亲自下场做我们的挪威攻略。于是半个月后，我们得到了做得很好。以后那种贵的地方不要再让我做攻略了。又差点贡献一个开场，是不是？欢迎我们的导游小米，也欢迎被坑的小鹿来。你被坑个屁啊！那他这一期大家可以全方位的评测一下米老师的北欧攻略，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避雷还是种草。这一期里边会穿插一些明信片的选择，大家可以在弹幕里投票，最终我们一起共同制作出鲁米仓挪威明信片。规则跟我们之前新西兰篇一样在每一趴记得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好了，第一趴初来乍到。上期提到，因为没有直飞的航班，我们要在哥本哈根短暂驻足。既然是来到了设计之都，又是安徒生居住过的地方，敬业的米导游当然也是做了非常棒的攻略。那第一站就是这里最有名的打卡点，也是最像乐高街景系列原型的新港。新港在哪儿，宝宝？你不是说到了吗？是啊，怎么它有好几个新港啊？啊！哎呀！就这点光啊！快点！别笑了。上来的第一个景点就标错位置了，假模假式跑2步，显得自己着急一点。不知道在哪儿，我们现在哥本哈根，我发现有好多都是骑自行车的人，然后汽车的数量其实没有那么多，这可能是真正的自行车王国。他们现在历经千辛万险我们到了新港。Can you guys take a photo for us? Thank you so much. 我带一个头纱。Sorry， 我们新婚在旅行。新婚旅行。All right， 可以亲一下。好，亲一下。有点不好意思。来，快。好。OK。没有亲下去啊。OK。来。哦，特别好，完美，谢谢。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就是把所有的攻略都自己做，因为我没有时间。我准备要锻炼他就锻炼到底，就是所有要跟人打交道、要沟通的事儿，我们全部都交给米老师。哎，我一个高考英文不及格的人。米老师第一次买单，平时都是我来买的。结账怎么说来着 ？Check bill， 是 check bill 吧？都可以，你这个动作就行。啊？或者你跟他说 check 也可以，你跟他说 bring the bill 也行。不是，那还是 check 比较简单。Excuse me。OK，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前面没人。Check。Yeah。Yeah。 Finish the coffee? Yeah. It's done? Yeah. It's done? Oh, sorry。他问你喝完了没有？我都。你别紧张。No. Thank you so much. 我很多我只能听懂，我不会说。虽然在哥哈的时间很短了，但是也拍到了一些照片。接下来是第一次的明信片的投票，记得请把喜欢的编号打在公屏上。那目前一切还算顺利，接下来的挪威自驾游才是重头戏。刚下飞机我就问米导，预定好的车在哪里？我查一下。你没查好是吗？之前现查的，同志们，这就是做了半个月功课的苗老师。苗老师玩线了。到了特罗姆瑟，他说现场租车，一辆车都没有，那怎么办呢？我看明天有没有。天哪，也没有。5000。整个特罗姆瑟机场，我们把所有的租车公司全部都问了一遍，只有一家有说最后一辆最后一辆 I just 车 want to make sure, is that a big car? Is that SUV? Sure, it's a Tesla. Okay. 2700一天。すみません，卢酱。我们提前如果租车的话，可能费用也就1000左右。没想到我这辈子第一次开特斯拉是在北欧。
就剩一个。冲着冲着，我知道冲着，但是我要。你还皮大了，就是把我们弄成这样，这是怪谁？怪你啊！怪我？为什么要怪我？我没帮你啥呀？你没在 Google Map 里标点吗？哎呀，一下子找不着那个，不确定了，开错了怎么办？无论如何，我们终于是拿到了车。化雪中泥泞的特罗姆瑟虽然跟网上的图片有所出入，但也有种别样的魅力。但是好景不长。Hey, how can I help you? English. Yeah, I can speak English. Okay, good. It was strange driving. Strange. Yeah. What is that strange mean? 特斯拉开过的都知道，特斯拉没怠速，它没有怠速哎，它不会自己往前走。所以其实我就会有一点就是可能就会顿一下，在路上我就被警察 pull over 了。 Because your speed is diverging from 50 to 80, 58. Sorry, it's my first time to drive the Tesla. 哦，他以为你醉驾。我就没想到落地北欧第一天会被查酒驾。我当时吓死了，你以为怎么？我以为你要被蹲橘子了。 Sorry for the trouble. No worries. Okay, enjoy your stay. Thank you. Have a good one. Bye bye. 哇塞，这是我们这次的战利品。战利品，你跟小螃蟹说，他昨天那个 Lynx 也被查酒驾了。真的真的。我们相当于多花点钱就是试驾吧。代价有点，那代价也太贵了。看看米老师租的民宿啊。米老师很可爱啊，他可爱的点在于他不提前租车，但是他准备了给房东的茶叶。It's a little gift for you, Arthur. It's a Chinese tea, actually. Sweet. 带了不仅有茶叶，还有火锅底料。巨大的落地窗，小小的房间，3000多一晚嘛。小房间聚气。Cheers. Thank you, Arthur. 每天给我们准备面包什么的，然后还帮我们做饭吃，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其实都是情绪价值。你那3000块钱有2500是给这房东，那房间最多住500。觉得我这3000花的挺值。你每天给我3000，我也给你做饭。这个房东唯一我觉得就是特别值的，就是他有一天晚上突然间敲我们房门，咚咚咚咚咚咚，他就很急，我就在想，因为我那天巨困，10点多我们就上床睡觉。Aurora。刚刚我们的房东大叔说有极光，哪里？到外面去，到外面。哇！哇！ Take my camera. 天哪！ It's my first time. Really? Yeah. It's my first time to see the Aurora. Oh my gosh. 我就睡眼惺忪的回车里边拿了三脚架，拿了机器，然后拿出来架好了以后，其实已经散去差不多了。你快没了。哇，它在动。我最终拍到了一丁点儿的极光，因为第一次拍极光，我也没睡醒，然后也没开手动对焦，然后就是完全虚掉了，所以啊，落下去了。我刚刚看见几个同胞表情凝重，一看就是刚来这儿。我开心了一点，我又有2对大冤种。在特罗姆瑟这几天天气都不是很好，但是还是玩了狗拉雪橇，坐缆车看了城市夜景。为了拍到极光，还报了个追光团。我们的极光猎人说，他说我们今天要去到芬兰，因为今天特罗姆瑟的天气太差了。Thank you。好想吃泡面啊！我有带来。哎，现在的极光稍微亮了一点。这个，它在动。哎，这极光动得好快，在跳舞。厉害厉害！其实当天是肉眼看不到的，只有我拿 A7C2 的那个14 1.8，然后开慢门才能拍到很明显的，而且能看到被云挡住了。所以其实第一次极光之旅就有点失败了。不拍了。虽然在特罗姆瑟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牛的照片，但是在这儿也可以给大家选一下，好吧？大家可以投出宝贵的一票。我个人觉得还是可能能看的，我想象不出来。你想象不到是哪几张照片？我完全回头给大家想象选选看。
连夜其实看完了夜景，我们就直接收拾屋子，然后收拾行李。特罗姆瑟到罗浮敦的那个游轮，它只有凌晨1点多出发的。但是，米老师相当于多订了1晚民宿。当我和房东说我今晚走的时候，房东都傻了。We're gonna leaving tonight. Tonight? Yeah, tonight, and we're going to Lofton. 在他脑子里，你今天晚上不睡这儿，为啥要预定今天呢？啊哈。其实当天我们如果没订那晚的房间，把行李寄存在他那儿，回来只要取行李就好。拜拜拜。相当于游轮上的房间和民宿是同一天。哎呀，我真的是好贵的，一晚上花费了5000人民币的游轮。当时你还多订了1天民宿。68天。我要带回属于我的一切。跟6人行李的 Rose 一模一样。你喜欢 Rose 吗？呸！咱在游轮上别 Rose 不值。我真服了。别 Rose。到了斯沃尔维尔，我们那个码头走到我们酒店，就抬脚就到了。按理说我们直接入住酒店，第2天去租车就好了。但是米老师上来要去取车，又多花1500。我们就是因为想少租1天的车，省1000多块钱，所以才租的这儿。那我为什么要租12？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你租车的地儿比酒店都远吧？有可能。当时那个天气预报说那天会下雪，我还幻想着我说，哎呀，我们要是下了船，那个雪这么厚，我们拖着行李架走10分钟多累啊！所以米老师因为这个就多租了1天的车，又多花1500。我操，想想我脑子炸了。所以米老师其实在那儿自己在那儿终于算过了账的时候，没事啊，没事。第一次做攻略吗？有种贵的地方不要再让我做攻略了。贵的地方不要让我，便宜的可以是吧？对。行，今天我们一共亏了多少钱？1天的租车1300，1天的酒店3000，加上飞机那个3000多，加一起。我找点理由，就是让自己安抚一下吧。就是大家看到给我们投个币吧。干都这样了，现在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你刚刚跟他们说要点币的时候，我很感动。为什么？就是我觉得你好伟大，就是你跟大家要的是那种不需要花钱的东西，只需要一个币就可以了。我单纯是觉得这钱反正也花就花了。突然觉得我自己格局小了。不是算账的时候哭的，是我们到那之后发现它关门了，我才哭的。我以为我车租不到了。I'm making food right now, so you're gonna have to wait. How long is it gonna take? 1 hour. 1 hour, OK. 过去租车的点以后，租车的人又不在，我又先给他打电话，然后那边餐厅又马上就要关门，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在那儿点餐，另一个人去取车，所以米老师就自己走到了那个租车的地儿。哎呀，不知道怎么跟人家沟通。You're filming? Yeah, shot me. Is it live stream? Sorry? Is it live stream? Live stream? No, live stream? It's Pocky. 我真是个傻子。 Come to see the Northern Lights? What's slowly? See the aurora? Yeah. Actually, at March 7th. March 7th? You saw At it? night, yeah. Yeah. In Tromsø. Yeah, I've seen it a lot of days. Yeah, I'm yeah, a skier. Oh. So we saw it. So you saw the Yeah, we saw it. it's mountain. In the mountain, yeah. Oh, Yeah, very okay. nice. So I sorry. Please Yeah, just write it down. write my address in China Yeah, and the email address. and the email. Okay. Al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成功了。
非常棒，你自己把车租到了，我感觉你回来以后巨开心。就是我又可以了，你又可以我又行了。最后就很棒了之后，他说，哎，我可以说个嗨吗？我说可以，然后我觉得 Can I say hi? Yeah, of course. Hi. Hello. Hello. 你好。你好。Actually, the travel is my honeymoon. Your honeymoon? Yeah. Okay. 我的一顿瞎说，我用尽了我毕生的英语。米儿太棒了，你进步了，宝宝，你太棒了，给你抱。可以，我跟你说，就这1000多块钱，多这1000多块钱，就是给你长信心用的。有没有点成就感？超有的，而且我还跟人家唠了2句呢。哎呦喂！我英语这么差的人，就是我能跟人就是1对1的沟通，还把这件事办成了，我觉得挺屌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你其实这一路的精神状态都有点发癫的情况，有没有？你觉得？详细说说。下大雨，我真的是受不了呀！兔兔啊，什么都没有。哎呀，什么呀？1000多块钱一个人，哈哈，我疯了！哎呀，太惨了！什么？气死我了！我不知道，我整个人就是处于那种很颠，我快疯了。对，我会觉得，因为这次功课是你做的，所以你很珍重、很重视。你在做攻略的时候，你看到的网上的图都是它不好看，你刷不到。对，这是一个幸存者偏差。你到了之后，我这一次真的很崩溃，然后每天花这么多钱，然后又拍不到，很着急。所以这是一个正态守恒，2个人就是一定要有分工，总有人着急嘛。大家可以给明儿的精神状态打个分啊，我觉得非常好。下次旅游可以。我不想努力了。不，你这份攻略你也可以张力给大家，看看有哪个冤种。想要这份攻略的请扣1。明老师后面在罗夫顿民宿他就没有再订，看明老师精神状态不太好，我就介入到预定啊各个方面的环节了。后来大家看到这个小木屋子，其实就是在上一期节目里边听得特好，特牛逼，600块1晚，这真的超乎了我的想象。哇，这房间真的不错啊！它还是比较靠近峡湾的，然后它离那个足球场特别近，就是我想拍到那个足球场，我的飞机直接在阳台上起飞就行，所以我都不用足不出户我就能航拍。还是我觉得拍到了一些不错的画面的，所以在这儿可以大家选一选明信片。到了罗弗顿群岛，我觉得可选的就非常多了。它不同的下雪啊没下雪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投出宝贵的一票，好吧？然后我们知道 Lynx 跟小螃蟹也会过2天也会来罗弗顿，因为他看到有下雪天气预报嘛，所以我们就多租了两天。他们也要从雷纳开车2个多小时过来，为了跟我们相聚。哇！来自几千公里外的相会。哎呦！我们把床单给你铺好。你看我现在身上衣服就是我现在所有的。他们落地之后，他们的行李不见了。对，行李被航空公司搞丢了，啥也没有就过来了。那我没有多凄惨吧？袜子都破了。好看吗？我给你拿双新的。好看，两个特别喜。哦，谢谢。拿双都干。你直接。我们2队就开始了这一趟我们的比惨大会。这是互相治愈的过程。我好惨啊！你比我还惨。对，他说他们做那个狗拉雪橇下都没法下，一下要坐6个小时。我们当时听到就觉得我操，太惨了。大家各有各的惨法，所以。那其实因为他们行李当时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所以我们就是把我剩下所有的一次性内裤、没用的一次性牙刷、一次性内裤。哎呦！今天我们就离开了。他的相机是随身携带的，但是他的三脚架在箱子里，给他留，所以我给他留了一个三脚架在那边。罗弗顿群岛最贵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最珍贵的，不一定是最贵，但是最珍贵的。这是第2贵。当天晚上我们在超市里边买到了好多的肉，甭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是感觉能吃的全往里扔，然后米老师的火锅底料就跟放进去，开心快乐，感受一下那种料，全是肉。怎么样？啊？哦，很多都一样，都一样。太棒了，对吧？因为这比雷曼要哇，也没有调料，
但是好吃，我就觉得终于吃了终顿于吃人饭。对那边的。我这辈子吃过无数次的火锅，我都数不清了，但是我觉得那应该是我这辈子记忆最深刻的，因为那是我吃过这辈子最北边的，甚至到了北极圈内的火锅。花卉爬山，你们都这样，确实有点瘦。那是早上的凌晨5:17啊，刚刚Link3点起来送我们。今天晚上极光大爆发，但我们赶不上，我们得赶紧走。哇，最后再看一下这边的景色，要不然我这辈子再不来了，没什么遗憾。你在挪威离开后的2天，刚好就是大地磁暴嘛。六哥，谢谢你借我的三脚架，带你看看我们现在窗外的极光。下载下来以后，发现是他们拍到的极光。我觉得这段素材也让我们的挪威之旅画上了比较完满的句号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会留很久，一直到我们老了和 Links 跟参加那种老年团。一问，哎，记得当年那个我给你一次性内裤啊，那是我还给你拍极光来着。他应该不记得啊，是吗？因为他天天拍极光。但其实你知道，这一次我特感动的是，就是我觉得你做攻略的你和做饭的你特别有魅力。就简直就是荷尔蒙爆棚的那种，我就觉得你成长了，你知道吗？弹幕说米老师之前是有多差劲的。这一次虽然有很多让我崩溃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一趟旅行下来之后，我觉得我的个人价值提升了。我觉得其实这趟旅程以后，我个人觉得米老师也更理解就是之前做攻略的我。对，就是他共情了。对。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会有矛盾啊，是因为你真的你没有经历过对方经历过的事情，你很难感同身受。对，你真的你要做一遍他做过的事情，你经历过一遍他经历过的事情，你才能理解到他挺不容易的。太难了，做攻略我真无语。那你给我这一次打个分？100分满分，90分。还有10分扣在哪儿了？只是给你一点进步空间。那90分是那什么？